香港最近那个大火挺严重的，这种时候，按理说大家也是心里头难受啊，忙着救灾的救灾，捐款的捐款，对吧？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反应。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有个叫妈妈的颁奖礼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？就是韩国那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大奖。这玩意儿呢，在咱们国内，尤其是追星的小年轻圈子里啊，那是相当有分量，号称亚洲格莱美嘛。那今年这个妈妈，她也是在香港办。本来吧，你说办个庆典，大家伙看看帅哥美女，唱唱跳跳的，也是挺高兴一事儿。但是结果怎么着呢？这回这个妈妈啊，简直成了车祸现场，不是一般的翻车，是直接翻到沟里去了。那最让人无语的是什么呢？这一翻车不要紧啊，把咱们大家都特别熟悉的一位明星周润发哥也给卷进去了，甚至有人开始骂这个发哥晚节不保。我就纳闷了哦，那发哥那是谁啊？那是在菜市场跟卖菜大妈砍价，坐地铁穿拖鞋的平民影帝啊！怎么就晚节不保了？咱们今天啊，就把这个瓜好好唠唠，这个妈妈到底干了啥缺德事儿？发哥又到底冤不冤？那先说这个妈妈主办方啊，他这次干的事啊，真的是让人想把桌子给掀了。你想啊，这个香港刚出事儿，大家心里面都难受啊。主办方为了表示一下人文关怀，特别搞了个什么哀悼环节，那听着是不是还是挺像那么回事的？觉得这个韩国主办方还挺懂事的。结果呢，一份现场的调查问卷，直接把这层遮羞布给扯下来了。那有去了现场的朋友爆料，就在颁奖礼那个入场或者是互动的问卷里啊，这主办方在填国际那一栏，竟然大摇大摆的把香港和台湾单独列成了国家选项。你说这是疏忽，这是手滑，还是临时工干的？我跟你们说，这绝对不是什么不小心。那为啥这么说呢？因为这个妈妈她是惯犯啊，她不是她第一次这么干了。早在2017年的时候啊，这帮人啊就搞过一模一样的小动作，那当时就被骂的是狗血淋头。那个时候他们也是赶紧出来华贵道歉呀，发个不痛不痒的声明，说什么系统错误呀、翻译问题啊。结果呢，这好几年过去了，到了2025年还是这副德行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记吃不记打呀，甚至可以说是明知故犯。你说你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办活动，赚着中国粉丝的钱，别忘了啊，这个妈妈虽然是韩国奖，但是每年的赞助商投票的大头那个都是咱们国内的粉丝呀。你端着咱们的碗，还要砸咱们的锅，还要在这种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搞这种暗戳戳小动作，恶心不恶心啊？那事发之后呢，主办方又道歉了。那个道歉声明写道，我看了一眼，真的那叫一个敷衍，字里行间就透着一股子行，我错了，下次还敢的味道。那这种道歉，网友们能买账吗？肯定不能啊！所以这个事一出来网上直接就炸了。大家本来因为这个火灾心情都不好，现在一看这个主办方这副嘴脸，那个火气是蹭一下就上来了。再说他们搞的那个什么哀悼环节，因为香港火灾，一些韩国的娱乐公司确实也捐款了上百万港币呢。那这点呢，咱们是有一说一，捐款是好事，得点赞。但是你妈妈主办方搞的这个现场操作，就真的太让人看不懂了。他们也是连夜改剧本说要哀悼。那怎么哀悼呢？规定艺人，第一不许笑，第二取消红毯，第三得戴口罩，还得穿深色衣服。听着是不是挺严肃、挺庄重？但是这只是一层皮啊，朋友们。那现场是什么情况？虽然红毯没了，艺人戴着口罩入场了，但是那个表演环节那是照常进行啊。那该唱跳的唱跳，该炸场的炸场，这就出现了一个特别魔幻的画面。台上爱豆们穿着闪亮亮的演出服，在那劲歌热舞，这底下们粉丝尖叫嘶吼。转过头，镜头一扫到台下的嘉宾席，一帮艺人戴着口罩在那正襟危坐，憋着不敢笑。这不就是纯纯的形式主义吗？这就叫割裂啊！而且有眼尖的网友就发现了，虽然这个规定不能笑，但那是在镜头前，那镜头一转过去或者是在后台，不少艺人聊的那叫一个开心，哈哈大笑都有。所以妈妈增设这个环节，说白了她不是真的心里难受，她就是怕被骂。她怕如果不搞这个环节呢，艺人们在那嘻嘻哈哈被这个网友截屏了，会影响他们的口碑，会影响赚钱。这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公关秀啊！他们以为自己做的是挺聪明的，结果呢，这种既要又要的态度，既不想放弃娱乐赚钱，又想立个有良心的牌坊，反而让大家更反感。你要是真想哀悼你哪怕推迟举办呢？或者说你干脆把这个娱乐环节给砍一半，搞成纯公益性质呢？他们舍得吗？肯定舍不得呀，那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。
那咱们前面把这个背景交代清楚了，只会搞小动作的主办方，迟早会把自己的路给走绝了。好啦，今天这个事就唠到这儿啦。大家要是觉得我有哪说的不对的，欢迎指出来，咱们评论区接着聊。我是小懒，我们下期再见。